一个未来管理庞大经济体的男人，在经济学成绩单上常年挂着 C， 甚至还会带头跳窗逃课。1900年，18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进入哈佛大学。当时的哈佛有2个圈子，外地来的平民子弟和300多个东部豪门富二代。平民子弟必须考 A， 因为那是他们去华尔街找份体面工作的敲门砖。但对罗斯福来说，考第1名既不会增加他银行信托基金的位数，也不会提升他的阶级。罗斯福晚年曾毫不客气地吐槽，哈佛教我的经济学全是错的，就像没有电线的灯泡。这话听着狂妄，但道理极其接地气。穷人需要拿这个灯泡去考试换饭碗，而他是个庄家，他不需要知道灯泡的发光原理，他只需要搞清楚那个随时能拉下电闸的人是谁。他在5花8门的课程中选择了历史和政治作为主修课，而把英文和演讲作为副修课。第1学期，他有1门课叫穆勒的经济学原理，他给当时的精英学子们描绘了一个极其丝滑的理想世界。市场是万能的，每个人追求私利的结果就是社会最大的福利。私有财产神圣，这是文明的基石。任何对财富的2次分配都是在破坏规则。在他看来，穆勒的理论虽然精美，但和当时美国寡头横行的现实完全脱节。幸好有哈德利教授的修正，哈德利告诉他，现实中铁路巨头只要私下握手，就能搞死所有竞争者。罗斯福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极其核心的见解：理论是用来忽悠老实人的，规则是用来保护强者的。如果不干预，所谓的自由就是强者对弱者的合法洗劫。1901年，罗斯福在哈佛读大2。曾以新阿姆斯特丹的罗斯福家族作为论文的题目，在论文中，他并没有简单的罗列家谱，而是试图总结出一种家族成功的逻辑。罗斯福在文中明确写道，罗斯福家族在纽约之所以能立足并繁荣，靠的是一种民主精神。这个家族的活力源于他们不认为出身高贵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成功，更不能因此就无所事事。他强调，正因为家族拥有了财富和地位，所以如果不能对社会尽到责任，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道德失败。这篇论文反映了年轻罗斯福内心的一种责任自洽。他并不是想打倒阔佬，相反，他是在用一种更高级的方式维护阔佬的地位，通过做好事和负责任来换取大众对精英统治的认可。写完这篇论文后不久，麦金莱总统遇刺，他的远房叔叔西奥多正式入主白宫。同时他也学了国际贸易与关税、银行、托拉斯、劳工与社会保险，看起来枯燥乏味的正统经济学，精准地踩中了30年后差点把美国彻底埋葬的4颗定时炸弹：贸易、金融、垄断、劳资。所有人都在课堂上拼命记笔记，想要弄明白怎么在这个系统里分一杯羹。但唯独那个在后排拿 C 的少爷，在那些枯燥的图表和公式里，嗅到了一个帝国行将崩塌的腐臭味。首先是托拉斯这个课，安德鲁教授讲的是正统理论，他会教你洛克菲勒和摩根是如何通过纵向整合、价格同盟来消灭竞争的。在当时，这被视为效率的巅峰。然后银行与货币，当时的银行课讲的是极其严苛的金本位和信用扩张。安德鲁教授是一个正统的金融学者，他坚信只要有足够的准备金，系统就是无坚不摧的。然后国际贸易与关税，在安德鲁的课上，关税被描述为保护美国工业的防弹衣，这背后是共和党权贵们最核心的利益。罗斯福在这里学到了一个极其隐秘的逻辑，关税不仅是在挡住外国货，更是在给国内的托拉斯制造一个无菌温室。这种人为制造的贸易屏障，短期内让富人更富，但长期看，他在切断全球的经济循环。他在这个阶段开始怀疑这种孤立主义的代价。最后，这个劳工与社会保险，安德鲁教授会剖析英国和美国最近发生的劳资冲突案例。当时美国没有工伤保险，如果工人在拉里莫尔煤矿断了腿，老板几乎不用赔钱。课程详细讲解了当时法律上的风险自担原则。课堂上讨论了当时最激进的法律走向，即使是工人不小心，老板也要赔钱。这对当时的哈佛学子来说是极其震撼的观念冲撞。这是整门课的精华。安德鲁详细介绍了1880年代德国首相俾斯麦推行的疾病保险和养老保险。罗斯福在哈佛的最后1年选修了4门经济学课程：运输经济学、公司经济学、银行与主要银行制度史、近代货币立法的经验与理论概述。讲授这些课的教师中不乏主张改革的人，他们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也不赞成干预过多。事实上，哈佛也不大可能真切而具体地传授给罗斯福一些作为未来政治家的治国韬略及其实用操作技巧，他只是以其整体氛围赋予罗斯福一种气质或秉性，一种对事物通体上的判断力和理解力。1904年6月，罗斯福正式告别了哈佛大学。穿着长袍的罗斯福在毕业典礼上听着叔叔西奥多·罗斯福的训话，此时的他已经搞定了总统的侄女埃莉诺，完成了政治与血脉的终极并购。罗斯福在哈佛毕业后的6年是相对平静的，这段时间其实是他蓄积能量的时期。